为了凑钱给夫君参加科举，我便买了所有凑齐了夫君的干粮和路费，自己只能在山上挖菌子吃，不小心吃到毒菌子，整张脸长满红斑，毁了容。沈郎指天发誓，燕哥待我高中，一定请御医治好你的脸，再请封你为诰命夫人。我心下感动，一边挖野菜，一边等他接我去京城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沈郎高中状元后，被右相绑下捉婿，和右相千金一见钟情。于是我成了一个毁容的弃妇。同时，我收到了2封来自京城的信，一封是沈郎的来信，满篇的虚情假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燕哥，右相千金身份尊贵，只能为正妻，若你愿为贵妾，回信告知我，我必风光接你进京。就挺难评的，我直接烧了沈郎的信，回了一封休书。打开另一封信，是母皇的家书，上面只有6个字：逆女，速归，选夫。我当即决定，京城要回去，不是去当贵妾，而是去选夫。5个月后，再次见到沈郎，是在琼林院门口。我戴着面纱，一身风尘仆仆。他顿时红了眼，慌了神，却恶狠狠地训斥我：燕哥，当初贵妾你不要，如今你来找我，也只能当个暖床丫头。再次见到沈郎，我觉得恍如隔世。当初那个粗布麻衣的寒门学子，如今一身藏红官袍，端方持重。一个小腹微微隆起的衣着华贵的少妇，扶着沈郎的手走出轿子。很快，同僚上前搭话：沈大人，陛下为何举办琼林宴？您是陛下面前的红人，可知晓一二？沈郎点头，陛下有意在琼林宴上为大公主选夫。此话一出，尚未娶妻的年轻俊才目露喜色，甚至让小厮回府拿更精致的衣服，回到轿子里重新梳妆。已经娶妻的则继续恭维沈郎，毕竟沈郎身后是右相。大公主再好，想来沈大人也是不羡慕的，毕竟沈夫人是京城第一美女。是啊，沈大人和尊夫人真是郎才女貌，羡煞旁人啊。听闻沈大人日前就为其夫人请封诰命，我在这提前恭喜沈夫人了。我看着那登对的2人，心中还是泛起了一丝疼意。呵，小人得志。我不再看那负心汉的丑陋嘴脸，转身走向琼林院的大门。守卫看我灰头土脸，长枪直接横在我身前。站住！此乃皇家禁地琼林院，闲杂人等不得进入。放肆！你们连本宫都不认识了？我理直气壮的吼声吓得门卫一愣。此乃皇家禁地琼林院，非奉旨或持有令牌者不得擅入。尔是何人？有无凭证？自然是有的。我在身上摸索，正想从身上摸出代表身份的东西，胳膊上传来一阵钝痛。燕哥！我回头对上沈郎通红的眼睛，离脏东西太近了。我连忙推开沈郎，和他拉开距离。沈大人，你僭越了。人群围上来，看到沈郎和一个女人拉扯，都用异样的眼神打量孙婉。孙婉脸色有些不好，抢笑着询问：夫君，这位就是你说的当初被你救下，却污蔑你瞧见她身子，非要嫁给你的妹妹吗？沈郎脸色僵了一瞬，才点头。本以为他心高气傲，不愿意做妾，没想到还是找来了。我何曾被这般羞辱过？缠着我以身相许的，难道不是他吗？当初我从山匪窝里逃出，遇到砍柴被野兽咬伤的沈郎，那时他还不叫沈郎，叫沈二蛋。他见我识字读书，于是缠着我给他改命，让我教他学习四书五经。我给他改名叫沈郎，意为高洁美玉。他当时红着脸说：燕哥，你帮我良多，我愿拿余生报答你。如今那个曾经会红脸的少年，正一脸不耐烦地将我拉向轿子。你给我回沈府反省，当初贵妾你不要，还用休书羞辱我，如今你来找我，也只能当个暖床丫头。暖床丫鬟，连妾都不如的玩意。沈郎，他怎么可以这样轻贱我？我自然不愿意去沈府，不断挣扎，眼泪都急出来了。沈郎，你放手，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参加琼林宴的。你是什么玩意能参加琼林宴？沈郎轻蹙眉头，为我拭去眼泪。燕哥，不要闹了。我避开他的手，冷冷道：沈郎，你听好了，
我是夫君，妹妹不愿意，你又何必苦苦相逼？想来妹妹今日来琼林宴，是为了偶遇青年才俊吧？妹妹这等心高气傲之人，想要攀上什么人？皇子。孙婉打断我的话，状似亲密地拉着我的手，将我从沈郎的怀里拉出来。是不是呀，妹妹？你若看上谁，我倒是可以为你说和几句。孙婉这话就差没说我是个攀龙附凤的想勾搭男人的贱人了。我看着孙婉眼底的恨意，心中莫名。孙婉为何这么恨我？难不成把我当成假想敌？这可真可笑，我可看不上陈世美。沈郎绷着一张脸，看着我的眼里透着悲伤和失望。燕哥，你怎可这样自甘下贱？我一口气堵在胸口，简直要郁闷死了，忍不住吼道：你们放肆！本宫仔细看这女人身段着实不错，带到府里暖床也凑合，就是不知道样貌如何。身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男人，他用眼神逡巡着我的身体，还要伸手撩开我的面纱。沈兄，你若是不想要，我这就收了。你别碰他。沈郎想上前阻止，却被孙婉拉住了。夫君，爹爹昨日说让我们今个儿结束去相府一趟，咱们还是别为一些低贱之人浪费时间了。沈郎的脚步顿住，眼中挣扎。孙婉眼中的恨意几乎藏不住。贱人就是戏多。我躲开男人伸来的手，直接掠过他们，朝琼林苑的门口走去。路过孙婉身边时，他突然惊呼一声，朝后倒去。我只见到沈郎抱住孙婉，然后就感到小腹一痛，整个人被踢到地上拖行了几米，身上到处都火辣辣的痛，嘴巴里不断涌出鲜血，白色的面纱霎时间变得血红一片。燕哥，你就算嫉妒也不能伤害孙婉，她肚子里还有孩子啊！沈郎的怒斥声传来，我想骂人，却只能不断咳血。从前的节衣缩食让我的身体变得极差，时不时就会晕倒。沈郎总是喜欢背着我下山。沈郎，你一个瘦弱书生，不怕累呀？累呀，可是看着燕哥难受的样子，我的心会痛。如今我躺在地上痛得说话都困难，而沈郎抱着别的女人一脸心疼。我朝孙婉看去，不意外看到她嘲讽的笑容。哈哈哈哈哈哈，真是可笑啊！周围喧嚣起来，那些女眷纷纷朝我砸东西，骂我是毒妇、疯子。纷纷嚷嚷中，不知道谁扔了一个钗子，直直朝我的眼睛砸来。我心下一惊，撇过脸，钗子直接划破我的脸颊，遮掩容貌的面纱也随之掉落。孙婉惊呼一声：啊！她的脸，一张布满红斑的脸暴露在众人眼中，到处都是抽泣声，甚至有人呕吐。方才调戏我的男人忍不住唾了一口。贱人，长得这么丑还出来勾引男人，真恶心。就是卖到购篮里都没人看。我挣扎着起身，沉默地望着周围的人，把他们一个个都记在心里。沈郎似有不忍，毕竟这脸是因为他毁掉的。燕哥，刚才的事情我不再追究，你过来，我给你请御医治疗。我摇头，不理会他的惺惺作态，直接朝着守卫走去。就在刚才，我终于摸到了兜底的凤凰金牌，可以证明我身份的东西。不能让他进去，他脸上是瘟疫留下的。孙婉忽然出声，让所有都慌了。守卫也是大惊失色，直接用长枪打向我的腿，我双腿剧痛，直接倒在地上，怎么努力都无法起身。你们放肆！本宫是大公主！守卫大骂疯子。这京城有头有脸人大爷，我没有不认识的。大公主不是你这样的。沈郎的眼神带着怜悯。燕哥，没想到我的拒绝让你受到这么大的刺激，你竟然疯了。孙婉扯住沈郎，继续催促守卫把他关起来，烧死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吓到了，沈郎都惊了，不可动私刑。孙婉高声道：夫君，最近南方发生瘟疫，此女又是从南方来的，她的脸上很大可能就是瘟疫留下的疤痕。她看向周围的人，颇有一番大义凛然的气势。诸位，皇城禁地，天子脚下，怎能容许瘟疫蔓延？若是惊扰到了大公主和圣驾，诸位能否担责？众人纷纷噤声，谁也不敢和右相的女儿呛声。
孙婉露出得意的微笑，最后看向沈郎，夫君，你说呢？沈郎额头冒汗，愣愣地看向我。我勾起嘴角，嘲讽地回望。沈郎，若你还有半分良心，你应该说出我毁容的真相。沈郎仿佛被我的眼神刺到，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夫人说的是。我一点也不意外沈郎的选择，因此心里竟出乎意料的平静。孙婉满意了，他朝着守卫示意，守卫赶紧将我用长枪插起来，浑身捆住，像扔垃圾一样将我重重砸在地上。手他们牵住绳子，直接拖着我往前走。好疼！手、胳膊、后背、腿全都被粗粝的石子磨破，鲜血如注。啊！放肆！我是大公主！你们住手！孙婉，沈郎，若是我今日有何不测，我不仅要诛你们9族，还要你们受千刀万剐之刑。愤怒、悔恨、痛苦交织在一起，我看起来疯狂又恐怖。孙婉捂了捂肚子，目露痛色。夫君，他吓到我们的孩儿了，我肚子好痛。沈郎大惊，直接走上前给了我2巴掌，又掏出一块手帕，直接塞住了我的嘴巴。燕哥，我对你太失望了，女子怎可如此善妒？我肿着2张脸，眼睛里要喷出火，挣扎着要说话。守卫继续将我拖走，我乱蹬着2条腿，终于将代表我身份的金牌抖落在了地上。守卫停住脚步，拾起那块金牌，惊呼出声：凤凰金牌，但是是残缺的。守卫迟疑，众人倒是不屑，这种女人的东西肯定是假的。敢冒充大公主，真是不知者无畏，也不拿张镜子照照。要是真的，金牌怎么可能会损坏？金牌为什么会损坏？那是为了凑齐沈郎的路费，我直接敲下来一块，融化成金子，给了沈郎。我看向沈郎，沈郎没有看我，他正在对孙婉嘘寒问暖。我知道，即使问他也没用，他根本不会在意那盘缠里的金子从哪里来，也不会觉得我的大公主。没想到，我堂堂大公主，尊贵无比，竟然为一个男人落到此等境地。这就是母皇说的恋爱脑没有好下场吗？许是我的眼神太过冰冷，沈郎注意到我眼中的悲伤和失望，他露出痛苦的神情，看了看天色，忽然出声建议：夫人，天色不早了，实在不能为一个贱人耽误琼林宴，不若先将他关押，再行处理。孙婉沉沉地看了沈郎一眼，冷着脸点头。在外人面前，他还是要给沈郎这个夫君面子的。我被拖行到琼林院的牢房，守卫将我剁进去，我直接撞到关押猛兽的笼子，额头鲜血淋漓。我已经感觉不到痛苦，反而是鼻尖的血腥味、野兽的粪便味让我想呕吐。这个牢房不是关人的，而是关猛兽的。琼林院也是皇家猎场，经常会活捉一些猎物供人赏玩。我睁开眼，正对上一双忧虑的瞳孔，那里面充斥的暴虐和恨意。那是一头狼，旁边还有野猪、梅花鹿、猎犬，它们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。虽然都关在笼子里，却依旧让人胆寒。呜呜呜呜！我大惊失色，努力想远离这些猛兽，却只能是徒劳。忽然房门被打开，有人将我扶起来。燕哥，你没事吧？是沈郎，他拿下塞住我的金帕，一脸心疼。你是来救我的？沈郎面色一僵，他抖着手拿出一个药瓶，不敢看我的脸。燕哥，火刑太残忍了，我不忍心看你死无全尸。这是鹤顶红。呵，沈郎，你狼心狗肺，本宫真是瞎了眼。还不是你的错。沈郎根本听不得我对他的唾弃，他猩红着眼掐住我的脖子。我好不容易求婉给你一个贵妾的位置，你却拒绝了。我又给你机会让你当暖床丫鬟，你还瞧不起。你知道我为你委曲求全了多少吗？你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呢？我仰着脖子艰难喘息，破碎的语言戳破他的自欺欺人。沈郎，你自己背信弃义，又何必惺惺作态？本宫识人不清。你闭嘴！沈郎气急，掐住我的下巴，就要把毒药倒进我的嘴里。我手上的绳子终于松动，于是趁机抬脚一顶，双手一推，沈郎直接倒地，捂着下身，一脸痛苦。
我赶紧跑向房门口，却被突然出现的2个丫鬟推进了房间。孙婉缓缓走来，捂着鼻子轻笑：“夫君，我早就说过，这种贱人不值得心软。他若是就这么冲出去，惊扰了贵人圣驾，你这崭新的乌纱帽怕是要保不住了。”沈郎站起来，一脚踩在我的胸口，肋骨直接断了。贱人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要毁我仕途。夫君，杀人何必脏了你的手？说着，他示意丫鬟将关着猛兽的牢笼全部打开，然后一群人快速的离开。我听到了落锁的声音，我挣扎着爬向门口，不断拍打大门。本宫是大公主李彦歌，来人呐！救驾！来人！我的声音越发嘶哑，到最后已经喊不出来声音。身后猛兽的气息近在咫尺，尖利的爪牙卡住我的肩头，抓在我的后背，我感觉整个人似乎要被撕裂。救命！痛！忽然，大门被打开，昏暗的牢房有人逆光跑来，一柄大刀直接挑飞了压在我身上的猛兽，然后轻轻将我抱在怀里。公主！我睁开眼，看见一张熟悉的脸，谢行止。谢行止，我的青梅竹马，如今的禁军统领，我忍不住流泪。谢行止，是你来了吗？谢行止看见我的惨样，眼睛里都是怒火，声音发紧：公主，是我。说着，他抱着我走出牢房，牢房外跪满了人，琼林院外奚落我的人都在其中。沈郎和孙婉看到谢行止抱着我走出来，都目露震惊，其他人吓得浑身发抖。谢行止没有管众人的反应，将我放在准备好的凤辇上，替我擦去脸上的血渍，眼眶微微泛红。凤辇上装饰的龙凤祥云纹，昭示着我尊贵的大公主的身份。随即，她拜倒在地，声音响亮：“公主殿下，微臣救驾来迟，让殿下受惊，罪该万死。”我知道，她这是在为我证明，我心口弥漫上一股暖意。谢统领请起，你有功无罪，有罪的是。这样说着，我漠然的目光扫过众人，众人一个机灵，开始磕头求饶。公主殿下恕罪，微臣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公主殿下大人大量，饶微臣一命。公主殿下，臣该死，但臣只是被蒙蔽了。对，是沈大人，是沈郎，是他误导我们。众人找到出气筒，纷纷指责沈郎欺骗他们。距离沈郎较近的官员直接将沈郎推出去，叫喊着自己无辜。沈郎，都是你玷污公主殿下痴缠于你，公众殿下倾国倾城，尊贵无比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乡野匹夫？那人说着，谄媚地看着我。我认出来，那是当初调戏我的人。我平静地开口：拉下去，赐宫刑。那人两眼一翻，直接晕过去，像条死狗一样被拖出去。孙婉依旧不相信，他指着我质疑道：谢统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不过是个从偏远之地来的普通百姓。对，燕哥一直生活在那个小村子里，我能作证。沈郎赶紧附和，他双眼无神，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她就是个痴缠的我女人，谢统领不要被她蒙骗了。痛！谢行止直接剁飞了沈郎，沈郎直接撞在后面的树上，发髻散乱，呕出一大片血迹。孙婉惊呼一声，直接跑到沈郎的身边。沈郎趴在地上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没说谎。燕哥，你不是说你是土生土长的燕村人吗？我嗤笑一声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这么说有错吗？沈郎一噎，求助地看向孙婉。孙婉昂首挺胸，直接站起身，看向谢行止。谢大人，您是天子近臣，我本不该质疑您。但公主殿下离京3年，是陛下下旨让其于大云寺修身礼佛，又怎么会出现在偏远山村？谢大人莫要被一个恬不知耻的村妇骗了。孙婉这么一说，众人恍然大悟，看着我的目光不复尊敬，带着质疑和厌恶。是啊，谢大人，公主殿下可是仙人一般的人物，怎么可能如此貌丑无颜？谢行止一脸漠然，只是吩咐禁军将众人押起来。沈郎被按跪在地上，大声呼救：婉儿，婉儿，救救我！孙婉挺着肚子挡在禁军面前，大声喊道：我爹爹可是右相，你们谁敢动我的夫君？谢大人，此女假冒公主殿下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谢大人莫要执迷不悟。
哦，是谁敢给朕的女儿定罪？威严冷酷的声音响起，众人大惊，就看到女皇驾到。因为是主持琼林宴，女皇没有穿龙袍，但依旧威严不可侵犯。只是看向我的眼里都是心疼。我鼻子发酸，喊道：母皇！孙婉还在挣扎，陛下，你莫要被他骗了。女皇身边的侍女直接来到孙婉面前，直接一个巴掌将孙婉打得跪倒在地，对公主殿下出言不敬，该打。孙婉身体发软，扶着沈郎，连连摇头。夫君，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说她是个村妇吗？沈郎比孙婉还要崩溃，已经吓得说不来话了。女皇直接坐上我的凤辇上，没有嫌弃我身上的脏污，直接将我搂在怀里。我儿受苦了，朕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女皇吩咐回宫，并将欺辱我的人都押回去。带着他们，我要让燕哥亲眼看到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后悔。孙婉还在大喊：我是右相之女，你们不能这样做。沈郎连连附和，却都被女官塞住了嘴巴，像狗一样被带进了皇宫。公主殿内，女皇亲自为我喝药，我脸上的红斑肉眼可见地消了下去，恢复了原本的样貌。殿外传来哭喊声和求饶声，女皇温柔地看向我，想去看看吗？我点点头，端坐在门前，看着院中哀嚎一片。沈郎突然冲上前，他眼中有悔恨，也有窃喜。燕哥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只觉得恶心，抽出侍卫的长剑直接刺了过去。沈郎被刺中肩膀，痛得脸色扭曲。我站起来，一步一步走向他。燕哥在你背信弃义那天就已经消失了。李燕哥，大庸国公主，你是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说爱？我又是一剑刺向他的另一个肩膀。沈郎害怕了，连连后退。燕哥，不，公主殿下，都是孙婉逼我的，她是右相之女，我没办法。孙婉顶着一张红肿的脸，对沈郎怒目而视。沈郎，是你想得到父亲的帮扶，求着我嫁你，我何曾逼过你？他上前打着沈郎的伤口。沈郎忍无可忍，一把推开他，大喝道：贱人，你是什么好东西吗？若不是你为了给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爹，你会嫁给我？装什么装？孙婉捂着肚子痛苦地叫着，仍旧不愿放过沈郎。若不是我显怀，你这种贱民能娶我？就算给我养儿子，那也是你的福分。曾经璧人一般的夫妻扭打在一起，我笑着看这一场闹剧。沈郎和孙婉打到彼此力竭，孙婉下半身全是血色，躺在地上一身狼狈。沈郎推开挡路的孙婉，再次爬到我的脚边。公主殿下，你看，我已经修理了那个贱人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没有让他的手挨到我的鞋子，长剑直接扎进他的手里，看着他眼里的痛苦，我笑着问：当本宫的夫君是不可能了，倒是本宫还缺条狗，你愿意当本宫的狗吗？沈郎掩饰住眼底的恨意，笑着谄媚：汪汪汪汪汪，我就是公主殿下的狗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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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我笑得畅快，眼角都沁出了泪，何其可笑啊！我曾经竟然为这种人倾心。谢行止走上前，担忧叮嘱：殿下，您身子弱，不宜这样大喜大悲。我扶住谢行止的胳膊，对他笑了笑，表示自己无事。谢行止脸色发红，低头退下。女皇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和谢行止，我没有注意到这些小动作，只是面向众人，逐一定罪。沈郎，你一朝登科，便是糟糠如敝履，为攀附权贵，贬妻为妾，当杖100，急去功名，发配边州，永不录用。孙婉，你借权势罗织罪名，以莫须有之罪构陷他人，当杖100，发配边州。你们为攀附权贵，明知他人受冤，仍随波逐流，助纣为虐，终将无辜者推入绝境，杖100，流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众人跪地连连讨饶，甚至开始厮打沈郎。他们都是10年如一日苦读才能金榜题名，如今却全都毁了，几乎疯魔，将所有的恶气都发泄在沈郎身上。沈郎被打得连连吐血，眼睛都瞎了一只，他无能怒吼，用剩下的那只眼睛看着我，眼里是滔天的恨意。燕哥，你这个贱人，
你嫁给了我，却要杀了我。你是弑夫，是死罪。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不能杀我。什么公主？不过也是个女人，当初也是个男人身下承欢的东西。你怎么敢弑夫？放肆！咚！咔嚓！女皇的声音和谢行止的动作同时发生。等我反应过来，沈郎已经被打断了肋骨，瘫在地上像一滩烂泥，呵呵地喘着气。女皇站了起来，脸上都是肃杀之气。大庸早已废除旧律，男女已不再以身份论尊卑，只论对错。我知道母皇这是生气了，她最看不得对女性的侮辱。母皇本是父皇的宠妃，父皇重病时，敌国来犯，大庸陷入风雨飘摇，是母皇帮父皇出谋划策，垂帘听政，挽大厦之将倾。父皇临终前，父皇排除众议，将皇位给了母皇，母皇成了大庸的第一位女皇。因为同为女子，母皇登基后便废除了许多损害女子的旧习，比如不许女子缠足，比如男子家暴等同于故意伤害，殴打妻子致死判处死刑，比如女子亦可以参加科考。当然，这些律令严重损害了男人的利益，文武百官虽然不敢否定母皇，却依旧我行我素，并没有宣扬这些新律，以至于这些律令走不出金銮殿。3年前，我表面请命去大云寺礼佛，实际上是带着宣传使去大庸各地宣传新的法令，不成想却遇到刺杀，在宣传使的掩护下，我侥幸活了下来。我流落到烟村，告诉女人们新的法令，可是没有人相信，在他们眼里，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庸。于是我开了一家私塾，无论男女都可以去上学。我想他们不相信，是因为他们的眼里只有夫和子，但书会告诉他们，世界上还有更值得追去的东西。后来我遇到沈郎，他从来不是我留在烟村的目的，但的确让我对爱情有了向往。我以为我会遇到母皇和父皇那样的爱情，不成想，简直倒反天罡。女人怎么可能和男人平等？他们只是男人的附庸。院子里突然出现了很多士兵，又像穿着龙袍得意地走进来。孙婉赶紧呼唤自己的父亲，父亲，婉儿好痛，你要为婉儿报仇。又像看着浑身是血的女儿，眼里没有半分心疼，只有生气。女人就是废物，让你给我生个孙子，你竟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随即他不再理会沈婉，直直看向女皇，陛下，你一个女人怎么能坐在龙椅上？那是男人的位置。谢行止连忙挡在我和女皇的身前。又像，你是想逼宫造反吗？又像哈哈哈大笑。怎么能算造反呢？试问从古至今哪有女人当皇帝的？我这是拨乱反正。哦，又像这般瞧不起女人，当初面对敌国来犯，为何不上阵杀敌，保家卫国？是我母皇，那又怎样？又像打断了我的话，眼里的不屑清清楚楚。男子登基，这是老祖宗的规矩，老夫是断不会让这妖妃继续祸国。这些年来，每天跪拜一个女人，我早就受够了。又像自信满满，看向谢行止，开始拉拢。谢大人，我知道你喜欢李彦哥，跟我一起反了，他就是你的了。谢行止僵硬了一瞬间，我有些惊讶，谢行止从来没有跟我表露过他的喜欢。看向谢行止，他的耳朵尖红了一片，一直红到脖子里，我有些恍然，察觉到我在看他，他抿了抿唇。殿下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又像请哼一声，不识好歹，为了今天我筹谋多年，女皇陛下，你若主动退位，我还能留你一命。女皇依旧高高在上，面上没有半点慌张。谋逆大罪，格杀勿论。一声令下，谢行止带着禁军冲向右相。右相气急，这点禁军就想拿下我？我早就养了几万私兵，整个皇宫都被我包围了。院子里一片混乱，又像在士兵的保护下气定神闲。我和女皇躲避着士兵的砍杀，显得狼狈。突然，一个血色的身影扑向这边，沈郎拿着匕首架在了女皇的脖子上，大声喊着：右相，我捉到女皇了，我这可是从龙之功，我要……他看着心口的剑尖，转头看向我，我嫌恶地拔出剑，心中快意，赶紧护着母皇来到大殿里，
这时右相也杀到了大殿，谢行止身上都是血，却还是站在我前面和右相对峙。右相嚣张至极，今天我要拿你们母女的血祭旗。突然，一群士兵从大殿中出来，拿着弓弩、刀剑各类兵器，全都指向右相。右相回味过来了，原来你们早有准备，可惜这点人手太少，我的大军可是包围了皇宫。我走到谢行止前面，笑着问右相：你说的那些兵，不会是假扮成山匪蛰伏在偏远之地的吧？右相瞪大眼睛，你们怎么知道的？他意识到什么，赶紧让手下放信号弹，但手下却没有反应。右相还在挣扎，自己发了信号弹，按照约定，看到信号，他的私兵就会和他会合。可是周围没有什么声音。右相额头冒出汗水，他猛地看向女皇：你们这是请君入瓮。女皇和我相视一笑。3年前我被追杀，发现对方是右相的人，我便怀疑右相图谋不轨。后来流落到燕村，我不小心掉入匪窝，却发现他们竟然暗中打造兵器，而兵器上都印着右相的标志。我想办法将这个消息告知母皇。母皇在我提醒下早已做好准备，暗中让谢行止围剿了匪窝，而后命禁军假扮成盗匪，等待谋反这一天。哈哈，我竟然被女人玩弄了！右相不甘心，快速地捡起地上的一把长剑，向着我冲过来。女皇，我知道你要传位给这丫头，怎么可以？男人不能世世代代跪拜女人。谢行止一刀挑开右相的剑，直接把他按倒在地。女皇上前，声音冰冷：我不会杀你，我要你看到男女本没有区别，大雍可以在我和燕歌手里繁荣昌盛。右相被押送去了大牢，孙婉和还剩半条命的沈郎被流放到边州。听说孙婉因为被沈郎背刺，又得知自己父亲被当成生孙子的工具，已经恨极了男人，不仅阉了沈郎，更是把他埋进了肮脏之地。不过本月沈郎就被玩弄致死，孙婉也直接疯了，不知所踪。而这些我都不在意，母皇排除众议，封我为太女。我领圣命，在大雍各地开办女子私塾。燕村的女子听了，纷纷来到京城帮我，她们成为第一批女夫子。我相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真的可以实现男女平等，像母皇说的那样，男女一样读书、工作，在朝为官。又5年，母皇退位，我成了大雍的第2位女皇。登基的第一件事，我举行了男女都能参加的科举，朝堂上不再是清一色的男子，多了女子的身影。母皇寄信给我，选了5年，你的皇夫选好了吗？我视线越过皇宫，看向边疆的方向，那里有谢行止。我从不认为皇夫需要拘泥于后宫，母皇说了，男女平等，所以我们一起守护者大雍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